你看啊，这一路排过去，全部的这种写有警察字样的铁马锁住了街道。我们来看看珠江，看看前面的小蛮腰，珠江游，尤其是晚上夜游珠江，很多的船只停靠在这里，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松山湖的全景了，还是很美的吧。这里有一座贴水桥，应该去到一个湖心岛上的。嗨，大家好！现在我坐地铁来到了滨江东站。今天打算去看一看广州市举办的国际龙舟赛。据说呢，在滨江东的珠江岸边是可以观战的。我们先去看看地图。A、B 都可以啊。这个滨江东路地铁站我还是第一次来啊，我都不知道这条线是什么时候开通的。但我今天非常的顺利啊，从四广路就搭乘20号线到了西廊，转乘10号线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在我们印象当中呢是当年广州开放以后第一批建成的临江的豪宅区。好，我们现在坐折湖电梯上街。好，这边是滨江东站的 A 出口。我们来看一看吧，应该往哪里走？到了这边呢，我似曾相识啊！我记得有一回我骑单车，顺着海珠涌就来到过这里。左侧这边呢，就是海珠涌汇入到珠江的一个闸口。前面有个海岸水上乐园啊，已经存在了很久了，是滨江东的一个游泳场。这边也起了一些新的高楼。看天气啊，很奇怪啊，今天居然出太阳了，这已经连续10多天天天下雨啊。看来今天选择进行龙舟比赛是一个非常运气好的日子。昨天呢，我去过二沙岛啊，在二沙岛还骑行了一圈，在那边就看到这边专门做了观礼台，是为了今天的这个龙舟比赛准备的。这里就是滨江东路。好，现在过马路，说是欢迎民众来驻站啊，但结果这边都是用铁马拦住了。根本老百姓进不去了。你看啊，这里面那些步行桥全部都是封住了。買睇下先啦，睇未睇先啦。这种把老百姓排除在这种重要活动参与的做法，真的非常不可取。
那我们只能在这边稍稍的看看珠江了。你看啊，这一路排过去，全部拿这种写有警察字样的铁马锁住了街道，大家谁都没有办法进到滨江的公园，更不能像平常一样的散步、跑步、休闲，这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看来今天啊，在滨江江岸观看龙舟比赛是看不成了。有动作呀，疯了，看来今天观看龙舟比赛是没门了，我们就趁着今天天气不错，而且气温也不高啊，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在滨江东啊走一走。这城市但凡有领导出席的活动啊，有这种最高关注的观礼台，其实就已经竖起了一面牌子，就是肃静回避。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高官出巡的时候，老百姓除了要回避以外还必须保持肃静。这种官本位的社会其实1-2千年以来从未改变了。这边已经到了海印桥边了，这条滨江的步道被封锁住了，大家只能在外面远离赛场的地方来观看龙舟比赛。现在我从滨江东路这边上桥，看看能不能走过海印大桥，走到珠江的北岸去。这个海印桥的步道还是可以行走的，这侧你看都给围蔽了起来，遮住了视线，才看不到。我记得在海印桥上呢，我曾经骑行过的，就从这边下桥到对面的大沙头。今天虽然看不成龙舟比赛，但是昨天反正也近距离的看到了各个村在那边龙舟聚会，就是放鞭炮的，已经感受到了端午节广大老百姓参与这种传统节日的热情啊！我今天能不能看到这种正式的所谓国际性的龙舟比赛，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要紧的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珠江，看看前面的小蛮腰。天气转晴了，
出了太阳，但是立马有一种被暴晒的感觉。走在这个桥上啊，顶着阳光，好像被炙烤的，还是有点热啊。看来这个天气也并不适合步行。已经走完了海印大桥了，这边准备下桥去。走下海印桥来啊，这边的老百姓照样雷打不动的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唱歌跳舞的。老百姓饭照吃，舞照跳。你可以看到啊，海印桥底下这片阴凉处呢，每天都聚集了很多热爱跳舞的人啊。这也算是一种集体活动吧。在中国大家也知道，个人是非常渺小啊，所以大家也只能抱团取暖，看看，这有点热闹过头的样子啊。这就是海印桥下大沙头、珠江、滨江区域的热闹的场面。这边也有沿江驿为大家稍事休息的地方。原来的大沙头码头啊，完全敞开了。这边应该已经没有客运的任务了，主要都是观光船在这边停靠。还有这边也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了很多的人。珠江游，尤其是晚上夜游珠江，很多的船只停靠在这里。以广州而言，最要提起的就是林则徐禁烟的故事。但是历史书上呢，就找不见林则徐他最后10年他的生平，所以呢，历史都是断章取义的，完全是按照当代的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来裁剪历史，编成教科书。如果发生了朝代更替啊，
那又会有一种新的叙事的方式。这边大展特展林则徐禁烟大事记。从滨江东车站走到这里的大沙头公园，已经有半个来小时了。滨江东沿岸全部装上了铁马，3步一哨，5步一挡轮，就有警察在那边把守。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去观看龙舟比赛。但想想，普通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那种特定的节假日，他们要的就是普通的生活。你看这个大沙头海运桥下，多少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生活。往前直走呢，就是二沙岛昨天刚去过，但是想必江岸那段肯定也都是被封锁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添麻烦了。我们准备这边过马路到对面的东山湖公园里面去走一走。现在呢，我是走在东湖公园的外围看看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个门可以进到公园里面。广州是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这边就是靠着这么多的园丁，每天都在培育或者修剪这些树木绿植，来保持着四季常绿的环境这边到了公园的入口，我们一直称之为东山公园，其实它正式名字是东山湖公园。现在这些公园呢都打开了大门，可以让老百姓自由的进出。从这一点来讲呢，确实是一个进步距离上一次进到这个东山湖公园已经是好多年了。我们今天在滨江中观龙舟而不得路那就来到了东山湖公园里面来漫步，也别有一番情趣。这里也有很多猫猫，这2只都是小猫咪它还会自己洗脸，喵喵。小威湿地示范点。好，我们随意在公园里面走走散散步吧。真的美人蕉的品种不同紫色的花。这边有个亭子，我们走上去凭高望湖。
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东山湖的全景了，还是很美的吧。哦，这边还有好几只白鹅。东山这个地方呢，于广州而言啊，一直是富贵的象征，也是权力的中心。自古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之称。这边有很多的政府的所在部门啊，前方就是省委所在地啊，这是广州最高的权力机构。哦，原来都是一些鸭子。哦，这边开的莲花还是很漂亮。瞧瞧，满堂的莲花啊！那我们去前面喂鸭鸭了，不会，我去前面喂鸭鸭了。你猜没？前面是我刚刚去到2楼的那个楼台。大到嘅所謂。有，这个园子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小鸭子。睇住媽媽做咩食啦？聽人啦，喂，唔食得㗎。其實食咗魚食㗎嘛，呢個係。你喺呢度餵啦，你唔好放嗰度啦。呢度好冇乜魚咧。原來这叫什么寨丽花，属于水莲椒啊，应该也属于美龄椒的同类吧。这里有一座贴水桥，应该去到一个湖心岛上的。多咗會成為貴嘅。都有人。刚刚我去过的那个楼台。这边还有更开阔的湖面，很多家庭为单位啊，泛舟湖上的小艇。岛上一个小园林叫踏春园。
这边也有凉亭。你看山下湖面的这些榕树，姿态还是挺美的。走在东山湖公园里面的一座小岛，在林荫路上散步，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这边有一个什么？是咖啡馆吗？哦，这个湖边还有这么一个咖啡店，还是不错的。好，那我们也在这边热室休息，看看景。是作为我今天原本要去滨江东看龙舟的，但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来到了东山湖公园里面闲逛。这边的景色也非常之美啊，就把没能看到龙舟比赛的遗憾一扫而光。我们休息片刻，等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在东山湖公园里面的风景。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拜拜。